4个车一起指认现场，来给生活比个耶！今晚加热的生活已经都给新疆叔叔了。贵州直达新疆，全程3100公里，这是行驶在出发新疆的第3天。咱们已经到格芒公路，这一趟的行程有5个车，车多人多，跑起来就是热闹。旅哥和我们并肩作战700-800公里，他就要分路往喀什方向了。现在已经抵达芒崖了，这里是芒崖服务区，然后咱们5个车加上旅哥，5个车就准备在这里做饭吃，因为服务区也没有卖饭的，吃了饭再继续出发吧。卸完货，这个架子有没有人要？有没有人要？这个架子卖给他们拉新疆抓小车的可以啊。就说对，问他们给多少钱？对，就老钱就，我不要，你倒给我100块钱我都不要。我就收你100块钱一个。不是外面的菜买不起，而是咱们自己做的更有性价比。现在在这里人多吃饭就热闹，先吃饭再走。现在所有人全部吃完饭就准备出发赶路，毕竟此时距离目的地还挺远的，特别是旅哥还有1-2千公里呢，就让他在前面开封，我们排第2。这一次我们5个车就没有选择到伊屯布拉克上高速，感觉走到伊屯布拉克也省不了多少钱，还不如全程高速走了。毕竟货主给的运费是上高速的，而不是走国道的运费。5个车就我马力最小，咱们就扫尾吧，反正也追不上他们，没办法，谁让斯坎利亚爬坡一条虫，下坡一条龙呢？出发，前面没多远就进新疆界了，就准备在米兰下高速省一点过路费。这不，现在已经抵达米兰收费站，从这里下高速还有400来公里的国道。说实话，装这么宽，我是真的不想走国道，但是没办法，如果不走国道，真的挣不了什么钱。因为到这里已经交了5000多块钱的过路费，估计如果全程过去得交6000多，能省则省吧。走了50-60公里的国道，感觉这货不太好走，错都错不开车，还不如走高速。前面准备上高速了，要是拿这货刮到蹭到，那真的得不偿失。走高速的费用也足够了。刚好下午和货主沟通了一下，说晚上也给卸货，那咱们快马加鞭，必须上高速，赶紧赶过去卸货。说赶着去卸货就走了高速，没想到在高速服务区竟然被拦了，省吃俭用都贡献给新疆交警了。这下先让10公子给生活比个耶吧。塔里木收费站，到达塔里木收费站。我愣是没搞懂，这新疆这里面竟然有个景区。哎，这景区路是真的窄啊。贵阳出发，直达新疆，这叫什么？问黎县罗布人村寨。咱们4个车已经平平安安的抵达，准备卸货，连夜卸。现在看一下，让老板开门。今天也算是遇到好的老板了，没想到半夜到也给卸货。不过此时的新疆时间虽说是凌晨1点，但是也就相当于我们内地的时间晚上11点。早上好啊，股东们！现在时间是新疆时间早上的9点，天才亮一会儿啊。但咱们被阳光刺醒了，这眼睛睁都睁不开。昨天晚上卸货卸到4点，我自然不可能熬到4点嘛，他们卸了。现在我起床了，准备把他们叫醒，然后就过去装货。货虽说订好了，但是装过来的这个铁架还得找人弄一下。你看这么多，哎。还找人弄一下才能走啊，但这个走都走不了。哥哥说这地方是一个景区，咱也没看到有啥呀，荒无人烟呢，都是沙漠，一眼望不到头的戈壁滩。这发动，出发！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去装货，距离装货地方60多公里，出发。虽然我游戏玩得菜，但是导航我是专业的，听我的准没错，我是一条短，全长62公里，大约需要1小时7分。你们看里面是谁在干嘛？不知道的人以为都在搞妖怪啊！出来找了个废铁站，顺便把这个汉巴给割了以后把这个废铁卖给他，但是割得心疼啊，这瓜还没满叶就有洞了。这边废铁1600一吨，不知道卖的贵还是便宜，按废铁价卖吧。这一下应该揭晓这一趟的运费应该赚多少钱了。在厂里面装货等了2天，路上跑了3天，共计5天时间。过路费花了差不多6000块钱，油费花了1100升，再除掉尿素费以及生活费，赚了13000-4000块钱，你们说值不值当啊？现在先在这里吃点饭，再过去装货吧。这一下我们的运费已到账，我们不膨胀谁膨胀？吃完饭继续过去装货。